你跑得再快也追不上一只乌龟。这不是童话，这是数学定理。2500年前，一个叫芝诺的疯子用一道题把所有人类都锁死了。他让乌龟先走，然后自己在后面追。当跑到乌龟原来位置的时候，乌龟已经又往前爬了一点。当你在追到那个位置时，乌龟又往前爬了一点。你永远在追，乌龟永远在你前面追不上，永远追不上。你觉得这是胡说八道对吧？但问题是，这道题在逻辑上完全正确。为了破解这个诅咒，人类最顶尖的大脑挣扎了几个世纪，最后却发现答案比那个疯子的诅咒还要让人脊背发凉。故事要从公元前490年的古希腊说起。那时候有个叫芝诺的哲学家，这哥们儿要是活在今天，绝对是互联网上的杠精之王，而且是那种你明明想打他，却发现他说的全对的顶级杠精。他的老师叫巴门尼德，也是个狠人，天天在大街上喊世界是永恒不动的，变化都是你们眼睛的业障。为了给老师撑腰，芝诺搞出了4大悖论，也就是4把插在人类逻辑心脏上的尖刀。其中最出名杀伤力最大的那把刀叫阿基里斯与乌龟。阿基里斯是谁？那是古希腊神话里的战神，跑得比风还快。芝诺把一只乌龟放在阿基里斯前面100米，说战神你跑得快，让你先追。好，比赛开始。阿基里斯像闪电一样冲了出去，很快就跑完了这100米，到了乌龟的起点。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就在阿基里斯跑这100米的时间里，乌龟虽然慢，但它也在往前爬呀，哪怕只爬了10米。现在的局面是阿基里斯到了 A 点，乌龟到了 B 点，阿基里斯继续追，他又跑完了这10米。可就在这眨眼的时间里，乌龟又往前爬了1米。现在的局面是阿基里斯到了 B 点，乌龟到了 C 点。你发现问题了吗？只要乌龟在动，每当阿基里斯到达乌龟的上一个位置，乌龟就已经制造出了一个新的距离，1米、0.1米、0.01米、0.001米。这个过程可以无限循环，无穷无尽。芝诺两手一摊，冷笑着说，看见了吗？不管你多快，你和乌龟之间永远隔着一段距离，你只能无限接近它，但你永远也摸不到它的尾巴。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胸口有点闷？这就对了，这就是逻辑的暴力美学。从常识看，你会说我上去一脚就把乌龟踢飞了，哪儿那么多废话？但从逻辑看，芝诺的每一步推理都完美无缺。如果你承认时间和空间是可以无限分割的，那阿基里斯就真的被困死在这个无限循环的迷宫里了。后来亚里士多德来了，这位大神摸着胡子说，芝诺啊，你这是混淆了概念，无限多的步骤不一定需要无限多的时间吗？听着挺有道理，但亚里士多德也没给出数学证明，只能算是一种哲学上的和稀泥。这只乌龟就这样慢悠悠地爬了2000年，爬过了罗马帝国的废墟，爬过了中世纪的黑暗，一直爬到了牛顿和莱布尼茨的脚下。微积分横空出世了，数学家们拿着算巧纸兴奋地喊，破案了，破案了！他们用无穷级数求和的方法算了一笔账，假设阿基里斯速度是10米每秒，乌龟是1米每秒，差距100米，把那无限多的时间段加起来，10秒加1秒加 0.1 秒加 0.01 秒。虽然加的项数是无穷的，但最后的结果是一个有限的数字 11.111秒。数学家们松了一口气，你看，只要过了 11.1 秒，阿基里斯就超过去了。看起来人类终于赢了，并没有，这其实是数学家玩的一个文字游戏。他们是先假设阿基里斯能追上，然后用公式算出了时间，这叫用结论推过程。但芝诺问的是，凭什么能追上？你凭什么认为在物理世界里，我们可以真的去执行无限个动作？如果空间真的可以无限切割，那你迈出一步就要经过无限个点，你的脚要跨过无限个点，你的神经要处理无限次信息，你的肌肉要进行无限次收缩。请问一个有限的人类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完成无限次的操作？这在物理上讲不通啊！就在人类逻辑即将崩溃的时候，20世纪初，量子力学带着真正的答案，像一颗核弹一样炸响了。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马克思普朗克在研究黑体辐射时，极其不情愿地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
能量不是连续的，而是一份一份的。什么意思？咱们以前以为能量像水流一样连绵不断，但普朗克发现能量其实像沙子，是一粒一粒的。顺着这个思路，科学家们推导出了一件让牛顿棺材板压不住的事情。不仅能量是离散的，时间和空间也是有最小单位的。宇宙中存在一个最小的时间单位，叫普朗克时间，大约是 5.39 乘以10的负44次方秒。这时间有多短？你眨一下眼，宇宙就已经过去了亿个普朗克时间。同样，宇宙也有一个最小的长度单位，叫普朗克长度，大约是 1.6 乘以10的负35次方米。这长度有多短？如果把一根头发丝放大到银河系那么大，普朗克长度才刚刚能被肉眼看见。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并不是像丝绸一样光滑连续的，它更像是一个由无数像素点组成的超高清显示屏，或者说我们的宇宙其实就是一部高帧率的电影。你以为你在流畅的做动作，其实是一帧一帧跳着走的，只不过这个帧率太高，你感觉不到。有了这个宇宙像素论，芝诺的那只乌龟终于被杀死了。为什么阿基里斯能追上乌龟？因为时间不能无限切割，空间也不能无限切割。当阿基里斯追乌龟追到最后，它们之间的距离会缩小到普朗克长度的级别。这时候芝诺想再切一刀，说还有一半的一半，宇宙反手就是一个耳光，对不起，切不动了。普朗克长度就是宇宙的最小像素，不存在半个像素这种东西。在这个尺度下，阿基里斯不需要再跑那0000.1米，他会直接像游戏里的角色一样瞬移过去，跨过那个最小单位，直接出现在乌龟的前面。是量子力学给这个无限循环的噩梦画上了一个强制性的休止符。芝诺输了，因为他以为世界是连续的，但宇宙是离散的，是颗粒状的，是有分辨率上限的。故事讲到这儿，你以为结局是皆大欢喜吗？不，真正的恐怖才刚刚开始。你仔细想想，如果时间和空间都是一份一份的，像像素点一样，这让你想到了什么？这不就是电脑游戏吗？在王者荣耀或者魔兽世界里，地图是由像素点组成的，时间是由服务器的帧率决定的，并没有真正的连续移动，只有数据的不断刷新。如果普朗克时间和普朗克长度真的就是我们这个宇宙的刷新率和像素点，那我们究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我们是不是活在一个巨大的被设计好的程序里？芝诺在2500年前提出的那个问题，其实无意中戳破了这层窗户纸。他感觉到了世界的不对劲，他觉得运动是假的，变化是假的，也许他才是那个醒得最早的人。他看到的不是乌龟，而是宇宙那个无法被掩盖的马赛克。而且现代物理学其实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最前沿的弦理论认为时空是连续的，而圈量子引力论认为时空是离散的。两派大佬还在打架。这只乌龟其实根本没有死，它爬过了古希腊的广场，爬过了牛顿的苹果树，爬过了爱因斯坦的黑板，现在正趴在量子力学的实验室里，冷冷地看着人类。它依然在逼问我们，时间到底是什么？空间到底是真实的物理存在，还只是我们大脑为了理解世界而编造出来的错觉？回过头看芝诺当年的那个玩笑，开的实在是太大了。柏拉图说这只是芝诺的小玩笑，但这个玩笑玩出了微积分，玩出了相对论，玩出了量子力学，玩出了人类对宇宙本质最深刻的恐惧。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当人类终于搞清楚了时空的终极奥秘，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那个穿着长袍的古希腊老头正坐在宇宙的尽头，摸着那只乌龟，笑着对我们说，看来他们终于追上来了。所以下次当你觉得自己陷入死循环时，不妨想想那只乌龟，只要你迈出那一步，跨过那个最小的普朗克尺度，就没有什么距离是不可逾越的，没有什么是命运注定的。